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。现在呢，我要去内湖，我要骑我这台 CRF 300拉力，这已经买回来2个月了。要跟一位观众，他想跟我换车，他想用2台车跟我换，他一台是 CRF 150，一台是 CL 500，全部都是 Honda 的。那这个蛮特别的，第一次遇到要跟我换车来买车这样子。那听这位车主说，他里程数都不高，CRF 150才跑1000多公里，另外一台 CL 500啊，好像跑不到1万公里。很期待看到他的美车啊，希望能够用这一台换到2台，然后不用贴钱。开玩笑啦，一定要贴钱啦。又到了骑车的季节啦！今天是3月12号，天气越来越好了。这台车我大概是2个月前1月底的时候从高雄去把它买回来，然后骑回基隆。那天大概骑了9个半小时，快10个小时。那天跟这台车相处了9个小时，我只能说这台车非常有乐趣，非常好玩的一台车。买回来到现在超过2个月，几乎都没有什么人问。我想应该是跟天气有关，因为这2个月我们北部下雨啊，然后又冷又潮湿，自然而然就没有什么人想骑车了吧。现在开始进入骑车的旺季了，越野车呢就是要往山里面跑，但是如果你要公路旅行，这台车也是很适合的啦。那这个时候的气温去山里面，我觉得刚刚好，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。这个大哥感觉他对越野车很有热情，从他的声音里面听起来，哇，他一直很想要骑越野车去山里面跑那种感觉。大哥的声音听起来大概50-60岁左右，但我觉得到这个年纪了，还对重机这么有热情，而且他还买了2台，相信他是非常热爱骑车的。骑车真的不分年纪啊，当然骑车要有点体力啊，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热情的，会让你很有活力，自然而然你的体力就越来越好了。好，感觉这台车快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下一个主人了。哦，好像快到了。哦，这台CL 500。嗨，大哥你好。大哥比较不好意思入镜，那现在跟大哥去试一下车。我骑他的这台CL 500，然后他骑我的拉力300。大哥身高虽然说没有到非常非常高，但是现在骑这台车，他如果说身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，你可能就是要习惯单脚着地，因为双脚着地的话，它有一个身高上的限制。哇，这台CL骑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玩很多而且它的坐姿好舒服哦。但是一样略微前倾，带一点点战斗。大哥骑起来很帅哦，2脚平放垫脚尖还是没问题的。但我觉得他最终还是要习惯，就是一脚着地，这样他在骑的话会比较能够适应这台车。这台CL 500这个绿色，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，很特殊的颜色，感觉大哥骑得很嗨哦。哇，他也骑蛮狠的，因为刚刚大哥说在山里面跟朋友那边有盖房子。哦，难怪就是会想要这种车来当通勤啊！我觉得在山里面跑这种车再适合不过了。哇，现在CL 500真的好骑耶！哇，如果我有买到这台车，我一定要好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的整个一个骑起来的感觉，还有它的车身外观。我觉得这台车有点被轻忽掉，人家说它的外观可能不是那么所有人都喜欢的，但我觉得人工是顾威啦。看久缘就谱啊，你看久了，其实缘分就慢慢浮现出来了。然后这台CL 500，我现在骑的过程中感觉悬吊也是算偏舒服，但是略带一点硬，跟 Number 500比起来，那个设定感觉又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处理坑洞的感觉比 Number 500还要好还可以的哦。这台你骑这台要习惯单脚着地，侧一边，对啊，它车很轻，所以你不用怕说一脚撑不住。这台车重比较重，将近快200公斤，跟 CRF 300差了快50公斤了。虽然 CRF 300看起来很大一台，尤其是 Rally 版本，它又多了5公升，油箱看起来更大，但是呢，它真的骑起来很轻盈呐。它实际上你看起来觉得很高很大一台，事实上很好操控。不晓得大哥是做什么的，怎么可以这个时间这么悠哉，然后在山上还有房子，感觉这种人生很惬意啊。如果我老了能够在山上买一个房子，然后放个几台重机，哇，这个夫复何求啊！300拉力啊，它比较高，所以在转弯的时候你要习惯，再加上它的巧克力胎的设定的关系，跟一般我们骑公路胎那个路感完全是不太一样。一开始骑我也有点怕怕的，但其实放到对的胎压再骑，其实巧克力胎没有那么恐怖，反而会给你带来一些乐趣。我觉得这台车啊，拉力不管是什么身材的人骑都很帅，
你看大哥虽然没有很高，个子瘦瘦小小的，但是骑这台车，你看骑上去之后，整个气势就出来了，帅度破百。哇，这台谢500要瞬间要冲，好有力耶！我靠，明明都是跟 Rainbow 500同个引擎，应该是哪边调教不一样？这个有机会回去再研究一下。最近我做这个二手车计划，骑了这么多台车，真的是觉得这个车骑上去，你就会知道你喜不喜欢了。它的油门吹的那一瞬间，它的扭动感，再加上它的声浪，还有骑车的坐姿，其实你大概骑5分钟，你就会知道这台车是不是你想要的了。真的，来骑看看就知道，直接试骑最准，不要看那么多，骑就对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谢尔500也是比较偏冷门的车啦。所以这个车，也不晓得要收到什么价格，因为现在这个车二手行情呢也不是很好，应该是说现在整个二手车的重机市场行情都不是很好，全部价格都降下来。当然跟我们台湾的交通法规还有很多的政策法则都有关系，区间测速，超速40扣大牌，这也是造成很多人要退坑的原因。包含昨天我买回来那台拉力500的车主呢，也是因为觉得台湾骑车的环境没有那么友善，再加上一个人骑无聊，种种因素下，所以就选择了退坑。但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点那种当初你想骑车那种心，不要被法令也给约束到太多。我个人是这样觉得。当然法规我们就遵照嘛，遵守，但偶尔开可以热血一下的地方，我相信还是有的啦，不会那么硬说哇每一寸土地都没办法好好尽情的享受骑车的乐趣。我觉得还不到那么糟，保持热情，保持初心，骑车还是很快乐的。各位猜看看，大哥会想要买我这台车吗？我个人感觉几率蛮高的，因为他刚刚骑得好尽兴，好开心哦。这台谢头真的，我刚骑了10分钟，我就开始喜欢上这台车了。这车超好骑的，我靠，它都不用改排气管，我觉得声浪就不错了呢。应该可以符合70%-80%以上的人都会喜欢。大哥刚刚跟我比手势说，再往上骑一下。没错，这个车就是要来山里面稍微跑一下，感受一下这台车在山里面的魅力。呼呼，忽然觉得那个 CRF 300在那个 CRF 150旁边变得好小台，好迷你哦。好，这是大哥的 CRF 150。这台里程数只跑了1400多，将近1500公里左右而已，车况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大哥就是可能想要有点路权，所以现在就在抉择我这一台 CRF 300拉力。当然，两个车格你们看，对比差很多啦，这个大台非常多。那但是骑起来当然爽度也不太一样。CRF 150我骑过，真的是比较没力，但是它很适合新手，想要去越野的，想要去跑山的，真正的土路这台车还蛮适合的。车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很漂亮。那这台谢尔500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瑕疵，这边可能是氧化或是它的喷砂做得不好，剥落。那这个唯一解决方式当然就是可能重喷啊，反正这一定要处理的嘛。如果买回来的话，那其他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大哥有原导过一次，原导伤得不严重只有这一支它换掉换新的修复了。那其他地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损伤啊，应该当时是有这边去挡到。好，那现在呢就跟大哥商量一下。我觉得不管没有成啊，就是一个缘分嘛。而且让我骑到这台谢尔500，我意料中的好骑。它虽然它的外观不是所有人能够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好骑我觉得也很重要。当然外形见仁见智啊，有些人觉得这个上道排气管很帅，越野风格。有些人觉得说，他做的型要10公格不像10公格，要越野又不越野。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。我个人觉得现在现场看久了，其实这台车还蛮耐看的，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车型，外面比较少见的。如果你喜欢越野风，又想要都市在穿梭中有点绅士雅痞的风格，那这台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。说真的，而且它超好骑。好，那现在来跟大哥商讨一下。1 hour later。好，各位，现在一台换2台，等于说一台换1台，然后一台呢一样用买的，反正就是一定要贴钱的啦。我刚出来说的不用贴钱，怎么可能呢？当然要贴钱啦。2台车都很漂亮当然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但是回去整理一下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。重点是里程数不多了。好，那现在一次要写3份合约，写一写，待会要去店里再一次把3台车全部过户，
然后一次骑2台车回去。那另外一条怎么回去呢？等一下再想办法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准备要把这2台车骑去过户了。大哥人超好，他要帮我一起骑回基隆监理站过环库，帮我骑回我的店里，然后他再坐车回来。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大哥，帮我省那个运费。不然本来想要叫车大概要花3到5千不等。我的梦想之一就是要骑到很多种不同的车款，所以能够让我骑到不同的车，我就很满足了，不管赚多赚少。那这台 CRF150它的新车价格是14万5左右，24年的车很新，所以刚刚价格也在跟大哥谈了蛮久的，但最后还是谈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的价格啦，那这样就好了。这个车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利润，因为毕竟它跟新车价格落差没有到非常非常多，所以这台车等于是买回来拍片用，不要亏钱就好了。然后让下一个想要好好享受林道乐趣的人呢，能够买到一台几乎跟新车一样，里程数极低，车况极好，但价格可以再便宜个好几万。好的，因为大哥车太少在骑，刚刚发现它轮胎没有封，先来摩托车店灌个风。这台车其实还蛮耐看的。虽然它不是非常的怎么讲，不像那种非常非常复古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就是复古中带一点越野。对，怎么形容？就是这种感觉啊。它是 Lambo 500的车台嘛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车架包含后面的摇臂，我看那形状几乎都一样，排气管的位置都没封，剩不到10 PSI， 所以我就刚砍，我说你要赶快灌风啊。老板，谢谢你，看这样多少钱？真的吗？好艺术。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老板人超好，也是车业。刚刚给他一些备用，他说不用，真不错。继续出发。哇，上面那个飞机飞过那个弧线好漂亮哦。你们这样透过画面看得清楚吗？绕一个大弯呢，哇，好帅哦。OK， 各位办好了，哇，一次3台车，好过瘾啊，好忙，但感觉好爽。我相信这2款车应该蛮多人都有兴趣的，但 CL500 我不确定，它可能比较冷门，搞不好你们看完我分享完 CL500 之后，你们也会对它有所改观。这台车绝对不像你看到的那样子，它会跟你看到的，跟你骑上去之后完全2个世界。OK， 终于回来了。再次感谢陈大哥帮我一个大忙，帮我把车一起骑回来，帮我省钱，帮我省时间，哇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如果你有看到这部影片的话，再次感谢陈大哥。好，那现在这2台车呢，有的片可以拍了，还有一台 Lambo 500，也是昨天才回来的。目前大家都知道了嘛，我在做美发嘛，美发店外面这边就是空间尽量利用啦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天能够有自己的车库，有自己梦想的车库，哇，那这是我的梦想之一啊，继续努力的。那看在今天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还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这样，帮我分享、加热推，期待我之后分享这2台车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，小朋友，现在2点多，肚子好饿，拜拜。本来回来之后要带谢的500去拍一部影片，结果没想到当天回来我车子整理完，我回来都会做基本的清洁、打蜡、上电路膏等等。那因为这几台车回来都不用换机油，因为他们都刚换没多久，车辆检查都没问题，所以当晚我就上架到我的官方 LINE。没想到这3台车在1天之内陆陆续续就卖出去了，所以这台系列的500我就没办法带它去拍片了，因为车主赶着要交车，下次有机会如果再买到一样的车再来跟大家介绍。那虽然 CRF150 卖出去了，但车主还不错，他跟我说要拿去拍片没关系，车子保存完整给他就好。所以 CRF150 我会再带他去拍一部影片，然后到时候来跟大家分享。那 Lambo 500的话，因为之前有拍过了，这台车就不太特别再去琢磨去拍了，而且也没时间拍，因为车主礼拜一很快就来交车，而且他是要从屏东坐车上来，然后当天再从基隆骑回屏东，哇，真的是太酷了！我们的车友里面全部都是勇者啊！